走，荷姆斯海峽的這個風暴稍稍減緩了以後，我剛剛講全球股市又大漲了，而且川普看起來說你別落跑，阿伯阿浪槓了。對。可是我們看到台灣的股市很妙，就是當大家跌的時候，我們當然也跌，可是我們就會有抗跌。可是大家漲的時候，我們漲得更兇。你說為什麼這樣？當然台灣現在去形成了一個。沒有人注意到說，我們原來在 AI 這個系統裡面，你真的是要什麼有什麼，已經成立一個體系出來了。對，沒錯。事實上，今天的這個漲點是史上第2大漲點。那外資其實買的並不多，反而是這個國內的這個投信啊，或者說自營商買的非常多。那今天昨天跌停了，今天都漲停了哈。那很多大部分都是在 AI。那這裡面來說的話，我覺得有幾個東西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，就是很多過去一段時間可能都是大家不起眼的，但是慢慢，它在 AI 領域呢，慢慢有一片天之後就變得不太一樣。而且我聽你這樣教我，我才知道說哦，原來台灣的 AI 我們不是只有台積電，不是只有台積電的供應商。對，剛剛講的是你的上游，我有台積電，我有晶圓，我有 CoWoS 幫我講，我連冷卻系統，我連機櫃的系統。現在剛剛講的，我連這個所謂的矽光子，我什麼都有。對，你現在只要想到說你在 AI 的這個系統裡面，除了 ASML 我沒有辦法之外，對，沒錯，你其他什麼要什麼，我們台灣都有。對，沒錯。實際上，台灣目前為止來說，整個上下游供應鏈呢，在 IC 半導體這一塊，還有在整個 AI 領域來說，是完全非常完整的。那我們今天就跟他講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公司啊，叫做高明鐵。高明鐵來說的話，我跟他講，我們先看一下高明鐵。高明鐵是什麼公司呢？大家第一個想到就是說，這個好像是鐵工廠，沒有錯，它過去真的是鐵工廠。鐵工廠，它過去真的是做鐵工廠。它是怎樣？它過去是跟上銀一樣做鐵的元件哦。那做鐵的元件的時候，它現在變得不一樣，它現在已經變成是 CPU 的設備商。就是矽光子的設備商，就是他現在做的這個，你看可插拔式的光收發模組的這個架構，他做的就是这個東西。對，那這東西要做什麼？他做的是在光耦合器。光耦合器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我們的光纖要傳輸的時候，你打出光的時候要光纖接收。那個意思是怎麼樣？它這個光耦合器就是你打出光纖的，有點類似像手電筒照出光之後呢，你這個是類似吸管這樣的光纖，你要收進去光。對，所以這個叫光耦合器這個東西，它能夠做出相關的設備。你要做的很精密嗎？對，那這個以前我寫帕鐵耶。對，现在帕鐵變成高科技。對，那為什麼會走出這樣的路呢？它過去一段時間沒有錯，它以前是做蘋果的供應鏈哦。他最早2010年的時候，他從鐵元做一些元件，然後他打入蘋果公司。打入蘋果公司之後，他覺得哇太讚了，以前都是蘋果真的很棒嘛，所以蘋果訂單開始源源不絕。就沒想後來他還打進華為公司，蘋果華為他都打進去，他覺得這個太讚了，所以他等於是那時候呢轉型成功。就沒想到遇到什麼？2018年這個川普不是開始打這個貿易戰嗎？對，華為被禁的時候，他完蛋，公司從原本的營收掉了3-4成。變成是快要完蛋，又有斷一隻手。對，然後公司老闆就說怎麼辦？我們要轉型啊。那公司那時候就是發動一個長征。什麼叫長征呢？老闆帶着他們公司的員工從廬山呢就走到這個花蓮，這樣走到那邊走路，他們就說我們要這個想廬山溫泉，對，想要怎麼辦？然後他們就走中橫公路，對，然後想怎麼辦？然後想，後來他們決定說不行，我們要轉型。轉型什麼轉型呢？他就說我們現在開始往這些所謂的設備去走。那設備來說，它主要設備是說，除了你要會做元件之外，他們本來也會做這些設備。他說我們要買一些所謂的數據，所以他們後來成立一個這個軟體，就軟體然後加數據這樣子。那為什麼後來會走進這個所謂他們光耦合器的設備？是有一年他到中國去，因為中國很多這個光通訊的元件，他就問那个中國的供應鏈，他說：日本的廠商很爛。為什麼日本廠商很爛？這個跟他們要改進什麼，他不改進，然後這個接點的時間又接得很慢，就是光纖打出去之後能夠互相連接，他說需要1分鐘。那如果能夠改善的話就 OK。他想說，真的這樣，那我們就回去開始研發。他們現在研發到說，只有8到9秒鐘就可以把那個光耦合器完全跟。你說日本要1分鐘，我就要8、9秒。他等於這樣又打進一個新的東西。Kevin，是現在清明節快到了，過去有一個叫做清明變盤的說法，你說現在沒有清明變盤了。而且我跟我們講，台灣現在很多不一樣，周圍的現在變主流了，而且以前很大衰的，現在都已經習慣。以前不是講2兆雙星、2兆商星，現在2兆雙星又開始復興了。就是以前很慘的是 DRAM， 你現在起來了，現在連面板都起來了。清明節如果要變盤的話，應該是往上變，因為什麼叫變盤？就是原來的方向轉折。那3月份已經跌了3600點了，今天大家可以看得出來，川普跟伊朗互相喊話，稍微放鬆之後呢，大盤就大漲一對。尤其是 AI 的時代來臨之後，很多的台廠都面臨到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轉型。剛剛寶傑你提到2兆雙星，其中一個面板，大家以為今天這個所謂的友達在漲什麼東西？漲面板不是，漲矽光子，因為它的這個 Micro LED 可以成為新的矽光源。
大家以為群創在漲什麼東西？群創老早就在漲 FOPLP 面板及散出型封裝，因為馬斯克用群創的 FOPLP 來制造什麼？來制造他在太空這個為太空商機裡面所需要的射頻元件。是。那4月份的時候，有4月8號我們放假回來之後，有一個展覽叫做 Touch Taiwan。以前這個展覽裡面就看得出來什麼時代的風向跟台廠的韌性。以前 Touch Taiwan在展什麼啊？面板啊，在什麼 LED 啊，手機的運用，車子裡面面板用，不是。這是Touch Taiwan的2大主題，一個就是矽光子，一個就是所謂由遠轉方 FOPLP。什麼叫由遠轉方呢？就是說以前我們說 CoWoS， 就是說下面那個叫做矽中介層，現在是要用面板層，面板是方的嘛，那矽中介層是圓的，要來做取代的一個作用。那在這個地方來講，我覺得 CoWoS 的面積更大了。對，那個其實在這個地方圓形的這个細基板裡面來講啊，其實它比較好做。其實它因為它圓形散發出去的時候，那個比較涂料會比較平均，方的不好做哦，因為方的這個從中心點到任何一個地方是線距是不一樣，所以那個有技術上面有更難做。可是它有一個好處，就是它可以切割，可以切，對，更多的晶片，而且可以成本更便宜。好，這次展覽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集團叫做 G2C 聯盟。我告訴各位非常有趣，這呼應到我3月份剛開始的時候，我來的時候我講過一個故事嘛，就是當時友達的這個所謂的最年輕的這個總經理叫陳來柱，後來他離開，因為美國托拉斯離開友達之後，他又委任山丘，又弄了一個鈣鈦礦公司。他當時其實跟他的哥哥叫陳來成，幫助了台灣很多的國產化，半導體國產化，而且這是從 PCB 設備、面板設備轉到了半導體設備。我今天要強調就是這個地方，台灣的韌性。本來你做 PCB 設備、做面板設備，感覺到已經有點式微了，對。可是他們很強而有力的，等於說找到一個契機，搭着台積電來轉成半導體設備。譬如說，這次展覽裡面，原來我們說最近不是在討論 CoWoS 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集團叫做聯盟，叫做所謂的一個 G2C 聯盟，它是由智勝、君豪、君華這3家公司合起來的。智勝是做 PCB 起家，後來你知道嗎？他們找了一個集團叫做東台集團。這個東台集團我之前有說過，它本來是台灣最大的 PCB 專孔公司，可是它其中有一家公司叫東捷，專門在做什麼？在做 FOPLP 跟 Micro LED 的設備。還有我之前有說過 ，SpaceX 我們台灣有一家最特殊的公司叫做榮田，它做什麼？做那個引擎的這個所謂的引擎的零組件，它也是台灣呢能夠做到跟日本合作做什麼？做晶片供電。我跟大家講一個簡單道理，這是日本要做半導體復興，半導體復興它要從台積電答應它從這個40奈米、16奈米把它跳為3奈米。各位你知道，我用一個簡單道理，什麼叫做這個東西2奈米、3奈米有一個很黑科技叫做晶片供電。以前電路密密麻麻已經不夠放了，那就把電源放到背面。可是這個電路跟電源之間，它就把這個晶圓把它做薄，這個叫晶圓減薄。這個東台就是跟日本的 Dry Chemical 來做這個東西，大家有沒有嗅到一個商機？日本要現在做半導體復興，尤其是要轉到3奈米之後，東台就會成為支持日台中間半導體一個非常重要的橋梁。對 ，Kevin， 這次也讓我長了見識說，哦，原來以前我們主要大公司，就沒想到我們的一些小公司，一個鐵工廠，它都可以在整個系統裡面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。以前常常講說，一個小螺絲釘如果壞了，整個器具會壞掉，不用擔心。我們現在台灣連這個小螺絲釘都有。等於說，你現在在整個 AI 的光科技裡面，所有東西，台灣現在的廠商都跟上來了。我們台灣本來就有一個很好的製造的一個底氣，那只是說現在就是搭上這個半導體的發展，你只要把自己 upgrade。我舉個例子，我剛剛講那個東台集團裡面有一家公司，這是參展非常特殊的一家公司，叫東捷8064東捷。這家公司呢，以前呢是怎樣？它是我們台灣雷射技術的算是鼻祖。它的技術來自於哪裡？是來自於俄羅斯科學院物理所雷射中心的技術。對，10年前哦就有這個，其實我們就早10年前就有在俄羅斯某種程度上面有一些交流。它的技術在這裡，後來它經濟部成立雷射光谷啊，它是成立的這個鼻祖成員之一。可是當時我們在雷射的運用感覺還沒有那麼強。可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啊，譬如說寶姐，我們剛才講那 FOPLP 面板及3出型封裝，面板跟玻璃一樣，你用傳統的那個什麼鑽孔機，你再怎麼細，很容易會有龜裂的問題嘛， 對不對？所以說現在什麼東西都要用雷射嘛。那 CoWoS 什麼叫 CoWoS？雷射傳孔。對，那 CoWoS 是立體堆疊嘛，你要做到那麼細，你那個鑽孔的東西再怎麼厲害，都會有公差。將來要用什麼雷射鑽孔，還有 FOPLP，你要把那個矽光子跟那個晶片包在一起，將來也是要做那個雷射穿孔，所以說雷射穿孔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東捷這家公司，還有我們剛才講這個友達在漲什麼？在漲那個所謂的矽光子 Micro LED，對不對？東捷是全台灣 Micro LED 從第一道工序到最後一道工序，所有的設備通通都有。
哦，這是一個重點。第二個，我們說 FOPLP， 你去打開東協的官網，非常有趣哦。它的 FOPLP 有12道工序，每一道工序的設備它完全一應俱足。也就是說，你今天我們台灣要把面板轉成矽光子的發展，不管你是把 Micro LED 變成發光源，或者是說從這個面板級散出型封裝群創面板级散出嘛，或是友達的這個所謂的 Micro LED 矽光這兩種體系。它設備一應俱全，那它原來也不過是做一個什麼？原來只不過做一個鑽孔，跟東台一樣。後來它是轉成雷射，那東台轉成什麼？轉成更精密的這個精細機械。所以這個集團，尤其是我覺得，這個所謂的東捷，在這一次的 Touch Taiwan 裡面，在不管是 CoWoS、FOPLP， 甚至於將來的矽光子，它通通都有，会是成為台灣一個轉型最好的典範。所以剛才講的，我們所有的東西，我們還居然可以從俄羅斯學來。對，就是其實我們台灣譬如說早期我們台灣有些軍工嘛，是跟以色列光學技術很厲害，對，飛行員的那個頭盔，美國的各个飞行員頭盔，那個光學技術是來自於以色列的軟體也很厲害，我們都有一些交流，對，那我們的這個所謂的一個雷射的這個技術也有一些交流，大家都知道說我們台灣其實是非常有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，歡迎你抖內相挺，用一杯咖啡、一杯好茶的心意，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。而你的超級留言，我都會認真看的。57台每晚9點，寶傑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佈局。